2001年，初代的动物之森诞生于任天堂在1996年推出的 N64 主机上，到现在已经20岁了。游戏里面很多角色也是在这20年中不断成长的，比如我们在最新作《集合啦！动物之森》里面见到的拥有数百张专辑的知名歌手 KK， 在初代作品里曾经也只是一个街头唱歌的流浪歌手，偶尔在鸽子老板的咖啡馆里面驻唱，直到2012年发售的新版本中 KK 才发售了自己的专辑，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歌手。而被大家挂在嘴边的奸商黎克，在成为一名成功的资本家之前，也曾独自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杂货店。在2005年发售的第4代动物之森中，才雇佣了豆梨和莉莉2个店员。到了2012年，大家在 3DS 平台见到他时，黎克已经是一名有着气派店面的房地产经纪人。终于在大家入手了 Switch， 进入了集合啦！动物之森以后，发现黎克已然是一个坐拥着庞大地产公司的资本家了。另外还有曾经诚信开店后沦为奸商的狐狸，逐梦成功拥有了自己时尚品牌的裁缝店二姐棉儿，曾经在路边给人擦鞋，后来终于拥有一间属于自己鞋店的鞋匠香客。在大家不断成长的岁月里，动物之森里的 NPC 们也在陪着大家一起成长。开发者曾在访谈中提到，不同的人觉得好玩的地方不一样，这就是动物之森好玩的地方。有人沉迷于收集家具，有人沉迷于钓鱼，也有人喜欢设计，然后和他人分享设计。不同的人享受这个游戏的方式真是多种多样啊。动物之森的诞生始于制作人想要开发一个把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做点什么的游戏的想法。当被问到为什么敢于做出一个没有结局也没有故事的游戏的时候，制作人江口回答道，做出前无古人的东西，那就是当时的主题吧。我们想做一个游戏类型无法涵盖无法解释的崭新的类型，但是现实中发售游戏的时候却不得不写一个游戏类型，这个问题真是完全没有考虑过，会说到底写什么好呢？制作人野上说，那就写社交吧。动物之森被定位为社交游戏，而钓鱼、收集家具等等玩法都成为了产生社交的契机。动物们说话很像人类的设定，也是为了让玩家把和动物交流作为和人类交流的练习。为了让玩家更好的练习，制作者不得不让游戏里的动物总是说着可爱的话，让玩家产生像这样说话就能和别人愉快的交流了这样的想法。或者当孩子不懂海鸥旅游的黑色幽默时，妈妈会为如何回答感到困惑。调皮的开发者们表示，他们是想象着母亲的这种纠结而设计的对话。动物之森的设计初衷十分美好，并且在2015年制作人时隔10多年再次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游戏的设计理念从来没有改变过，团队一直是想象着玩家的反应去制作游戏的，并会因为在互联网上了解到玩家在动物之森里发生的各种故事而感到兴奋。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吗？说了那么多，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在过去的20年中动物之森这个 IP 的发展历程吧。动物之森的诞生地任天堂情报本部是任天堂最大的部门，始于1989年。任天堂许多知名的 IP 都是由这个部门研发出来的，例如马里奥系列、塞尔达系列等等。它的总部位于日本京都，至今仍然负责游戏开发的工作。任天堂给动物之森的定位是社交模拟游戏，初代动物之森和如今我们玩到的动物之森玩法和理念都没有多少差别。游戏没有明确的任务和需要达成的目标，玩家可以在这座世外桃源里自由自在的生活，体验与动物村民交谈，互相写信送礼等游戏乐趣，还可以在游戏里收集各种各样的道具，例如种子、植物、家具、木头、水果、昆虫、鱼类等等。
动物之森原本是为了任天堂的另一款容量更大、更先进的主机 64DD 开发的游戏，但由于太过前卫的设计和过高的售价，导致这款主机最终扑街停产。因为 N64 内存不足以运行初代动物之森，于是初代的动物之森只能删减掉许多内容，转移到 N64 主机上发售。当时已经有确定会发售的新一代主机了，但是任天堂仍然将动物之森发售在了 N64 平台，大概是因为对这个 IP 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初代动物之森一经发售就引起热潮，大家对这款游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原来在20年前动物之森就已经上过热搜了。任天堂惊喜之余马上趁热打铁，仅仅过去8个月，马上就在 GameCube 上发售了动物之森 Plus， 更新了大量的新玩法。玩家在付清第一笔贷款后可以进行房屋扩建，之后可以继续贷款，多次扩建房屋或者是盖地下室，还可以设计衣服和雨伞的图案，新增许多鱼类和家具，而且新版本还加入了博物馆，让游戏的收集乐趣更上一层楼。玩家可以参观本地的博物馆，里面可以展览鱼类、昆虫、艺术品、化石。一开始的博物馆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在接受玩家捐赠后会逐渐展出各种东西。有谁能抵挡这么有成就感的收集玩法呢？鱼和昆虫的获取方式和现在一样，都是在各个区域收集，而且种类会随着四季而变化。化石需要从土地的裂缝里面挖掘，艺术品则是在狐狸处购买，而玩家有几率买到假货。对，没错，20年前的玩家和现在的玩家一样，在同样的套路上跌倒过，又站起来过。这一代的动物之森更是实现了游戏最大的特色之一，游戏时间与现实时间同步。这要归功于任天堂的主机 GameCube 内部的时钟作用，时钟的作用还让游戏世界能够跟现实世界的节日相对应，玩家在游戏世界中可以和现实一样度过圣诞节、万圣节，还有一些日本本土的节日。动物之森 Plus 在北美、欧洲、澳洲发行后，在全球范围内售出了300万套，并且在2002年的E3大展上还荣获了最佳创意游戏的奖项。至此，动物之森在短短2年时间内就从一个试水的作品晋升为任天堂最一流的 IP。 随后在2003年，动物之森发布了第3作动物之森1 Plus， 不过只是在第2作的基础上新增了许多外国节日，去除了日本本土的节日，也新增了一些动物居民，并且居民也可以生病了。这一作与其说是第3作，不如说是给外国玩家制作的改良版本，更新了一些设定来适应外国玩家的文化和习惯。好的游戏总是需要时间去开发，沉寂了几年的任天堂终于在2005年发布了动物之森第4代作品，欢迎来到动物之森，发行在任天堂 DS 上。动物之森系列第一次踏上了掌机平台，这一代没有再去对前代进行改良，而是独立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作品。鸽子老板的咖啡馆这个设施首次出现在游戏里，玩家每天可以去鸽子老板那里喝咖啡，去的次数多了，鸽子老板还会邀请玩家在咖啡馆里打工，接待前来喝咖啡的动物村民。而且因为 NDS 新增了 WiFi 功能，玩家可以通过 WiFi 联机造访其他玩家的村庄，最多支持4人联机，社交性又得到了飞升，全球销量也飞升到了1000万套。同名电影《动物森友会》也于2006年12月16日在日本上映，赚得了18亿日元的票房，而电影也留下了一个彩蛋。电影结束的最后，电影中所有角色对观众说：“让我们在 V 上相见吧。”预告了动物之森将会在 V 上发行。在看完电影的粉丝们翘首期盼了1年多以后，终于在2008年，动物之森城市大家庭在 Win 家用机上发售。而且长久的乡村生活也得到了突破，游戏场景从乡村搬到了城市，玩家可以坐大巴车前往城市，城市里面新增了占卜屋、服装店、剧院、美发屋、拍卖行、擦鞋匠等设施。玩家也可以使用 WeSpeak 与其他玩家语音沟通聊天，这也是任天堂首次将 WeSpeak 用于线上游戏，而且本作可以自定义个性化的咪虚拟形象来代表自己。虽然销量不如前作，但仍然有338万份的销量，成为了 Wii 平台最畅销的游戏之一。在大家都习惯于使用掌机玩游戏的时代来临以后
2012年11月8日 3DS 上又发行了新作《来吧，动物之森》。故事背景是在2代作品中的乌龟村长退位，玩家担任新一任的村长，这是我们第一次成为村子里的掌权者。作为村长，可以颁布法令、管理和建设公共设施，并且可以通过做梦来拜访其他玩家的村庄。你们的爱豆路西施惠也是在这一作中以村长秘书的身份登场。来吧，动物之森发售后的2个月就卖出了200万套，并在2016年更新了支持 Amiibo 功能的全新版本。这次更新让大家打开了搜集联名道具的新世界大门。村子里的房车营地每天会随机开来一辆房车，在使用 Amiibo 以后，隔天会开来对应 Amiibo 的特殊房车。如果你刷了西施惠的卡片，西施惠则会休假1天来到营地度假。如果刷了怪物猎人的联名卡片，房车司机就可能是爱露猫哦。联名的房车卡片还有塞尔达传说系列和三丽鸥系列，使用猫猫券就可以兑换各种家具和服装，甚至可以联机去朋友村子里的房车订购特殊家具哦。许多任天堂平台的游戏在推出 3DS 版本以后都沉寂了很多年，动物之森系列也是在等待了近8年后的2020年集合啦动物森友会发售在 Switch 上面，也就是大家最熟知的版本，在很多社交平台都引起了讨论的狂潮，甚至很多原本没有玩过主机游戏的玩家都入了坑，短短3天就售出了188万套。动物森友会系列第一次在我国成为了现象级别的游戏。无人岛的生活吸引了无数在疫情中长草的玩家，不过刚发售的版本在新增了岛屿自由建设的功能后，相比 3DS 版本却删减掉了很多设施和 NPC， 比如咖啡馆、警察署、俱乐部、鞋店、二手商品店、梦游馆、南岛等等。理发店也直接改为了照镜子理发，合同一家也无缘再见。动物之森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明天我将会带给大家诞生至今已经35年的日本国民级 RPG《勇者斗恶龙》的故事，希望有人会期待。